你总是一脸严肃。你父亲跟你说，女孩子要爱笑、爱美，可是你偏不。你最崇拜的人是你的父亲，他也一脸严肃。他是一名老警察，以前他不顾个人安危，让你担心。现在你的忘我成了父亲的牵挂。你善于观察细节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你说，万家灯火平安团圆的时候，就是你笑得最美的时候。所以，你一定要找到杨默，找到那个孩子。警官好，这是易达元事务所有的资料。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。哎呀，这监控室一热闹，准没好事儿，不是丢东西就是丢人。昨天来了个找钱包的，上周还来了个找老公的。你们这监控室地方不大，八卦倒是不少。我跟你讲，看到没？这是许安镇车吧？好像是。你今天早上联系他是几点我看看，8:30。怎么了，姐？走，去找他录的。哎，你家的情况，张警官已经跟我介绍了。你联系一下辖区的交警队，你们再好好的回忆一下啊。怎么了，陆队？这是易达元住户的资料。谢谢。没事，那我先下去了，姐。那么怕孤独的一个孩子，他怎么会离家出走呢？你是说徐安正回来的时间不对？案发时只有这一户不在家。你先侧面排查一下，其他地方我来查。知道。如果你发现什么，及时和我联系。行了，别想太多了。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把孩子找着。
就算我看手机了，我就守在丹楼门口呢，默默出来，我应该能看得见吧？姐，真去建材市场啊？不是，那302室那小女孩她爸有什么问题啊？盯着她干什么呀？302跟失踪小孩一家关系很密切，而且许安正时间上也有疑点。我是许安正。平时你在家都锁门吗？安怀，你不是回来拿课本吗？拿着课本赶紧回学校去吧。总觉得这对父女的关系有些奇怪。许安正公司到青兰园小区只需要15分钟路程，但是他打电话说自己却要40分钟才回来，为什么？咱们必须核实清楚。行。想要赢，就要把它藏好，别让别人看见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这个，喜欢这款砖，挺有眼光啊。这款砖整个市场比较少见，估计也只有我们家有。你要多少？我可以给你便宜点。21，这么精确啊？我这款砖是30乘30的规格，21片贴不到2个平方啊。你是不是还得考虑墙角位置的切割部分？不切。哦，切割，那就31。行，你开车了吗？
31片直接放后备箱就行。那你要送哪儿？红莲大厦。红莲大厦？哦，就是那个海洋路那个写字楼是吧？哎，您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个写字楼够老的了，而且公司也不多。那您还没说多少钱？算你2000块钱吧，行吗？便宜170。主要那儿位置太偏了，你们能在那儿开饭店，够有魄力的。公司也不好做，2000，您点点。我顺路去宁湾，我给你送过去吧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跟我一块儿走吗？我还得买点别的。买别的，你要修补的话，胶泥得买啊。胶泥，你这么点量，用水泥使用起来不太方便。你还需要什么？直接从我店里拿吧。砖需要吗？砖需要。你店里打隔断，那得用，你得用这种轻底砖最合适了。这个不合适，有小点的吗？小一点的，那就是这种水泥砖了。这个合适。那我给你钱吧。不用，不着急。我店里现在没有，都在库房呢。我安排工人给你送。先上车吧。这么说，你有1个星期没有跟你们老板见面了？差不多，他呀一直盯现场，超市呢准备在年底开业，所以施工时间比较紧。最近啊，店里的事儿都是我在管。老板有必要一直在现场盯着吗？啊，你们看那儿，这是你们企业文化吗？没错，别的老板我不知道，但整个现场都会亲自盯，尤其是这种急活更不能出错嘛。他女儿你认识吗？文怀呀，认识，听说最近是寄放在邻居家里。二位警官，我们老板没出什么事儿吧？他跟邻居家关系怎么样？你清不清楚？这个就不清楚了，没听他说过。那既然孩子都能够放在人家家里，关系自然应该不错吧？啊。哎，你们施工的那个超市在哪儿？你知道吧？在宁湾镇。宁湾。小秋啊，你看，小户型要是这么设计的话，住在里面啊，再调整一下啊。好啊。你们还有事儿吗？姐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许元正就不是从公司回的家。可是你不核实一下，你这事儿没法确定啊。你能确定吗？反正现在确定了，我觉得应该去游乐场问问。去宁湾？不是姐，宁湾可40分钟呢。那么远去宁湾？如果我也成为这样的人，母亲是否会感到满意呢？安静地守着一家店铺，进货出货，没有客人时，可以静静地发呆。这种日子似乎也不错。但在昨晚之前，我从未羡慕过别人的人生。前面路途一片迷茫，从此以后，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最近降温，天气够冷的。你挑的那个款式的砖呀，货源比较少，
其他店里还真的没有卖。你挺有眼光的。你们那儿现在租金多少？哦，我说红莲大厦，现在租金多少？租金也不归我管，这得问领导，我就是打打下手。面积多大？300多，300多。已经开始装修了吗？没有。面积真的不小。那你买那点砖真的够用吗？得看领导。就你方式行吗？行啊，咱们留联系方式吧，一会儿送砖的来的时候好跟你联系。哦，我电话今天摔碎了。哦，要不我就在这等他吧。也行，你不是有名片吗？有需要的话你就联系我就好了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喂，徐文怀去了北湖。恩怀去北湖干什么呀？现在还不清楚，我已经通知北湖派出所了。你那边摸排的怎么样了？我在宁汪呢。有线索？还没有，核查清楚再说吧。行。姐，许文怀去北湖了？他去北湖干什么呀？许文怀跟杨默关系那么近，他们身上肯定有我们没有掌握到的信息。但愿两个人是结伴离家出走的吧？是啊，哪怕咱白忙为常，那咱现在是不是该去北湖了？宁湾跟北湖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向。孩子失踪快4个小时了，我们没有时间浪费，那边交给陆队。不是姐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咱不能钻牛角尖儿。咱费了这么大精力，专门来了一趟宁湾，你这办案得从整体到局部，是吧？从1年前开始，许文怀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杨远家吃饭。但是奇怪的一点是，把电话给我。我没有他电话。让杨远联系许安正的时候，他们夫妻俩谁都没有许安正的电话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怎么觉得许文怀跟杨远一家的关系很特殊呢？相比之下，感觉许文怀更像是杨远的女儿。你是说那个许文怀是杨远他们家的？你没孩子说你也不懂。说的好像你有孩子似的。哎，你有孩子吗，姐？文怀在家里经常是一个人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应该挺难过的。我是没孩子，但是恩怀的感受，我觉着我应该知道。你好，请问有没有2个孩子来这儿？有一个女孩。应该还有个男孩吧？穿的是蓝色的羽绒服，比那个女孩来的早一点。男孩啊？没有看到。哦，刚刚那个女孩也跟你一样，也问我有没有见过男孩来过这里。那女孩在哪儿？刚走。谢谢。莫言，莫言，莫言过来。喂，莫言，是谁给他起的名字？啊，我们庄阿姨取的。
哦，怎么了？哦，他想找刚才来过的那个女孩。哦，你是杨默的爸爸吧？哎，姐姐，你看那儿有条狗。奶奶，哎，我们可以跟它玩吗？可以呀，但是我家的狗狗啊跑不动喽。它生病了吗？没有生病，我家刘云呀要做妈妈了，要生狗宝宝了，不要做了。你们可以摸摸它呀，来摸摸，只要手不放它嘴边就行。来嘛，它不会咬你的。试试，试试，过来。对，摸摸，亲亲它。小刘云，哥哥姐姐喜欢你哦，看看。它叫刘云啊，这名字真好听。你喜欢狗狗？喜欢，我爸爸也喜欢。是吗？小狗狗生下来会有好几只呢，回头奶奶送你一只。可是我妈不让我养。这样，那么自当时你把狗狗寄养在奶奶这儿，回头妈妈让养了，你就来把它接回家，好不好？嗯。那你有想好给你的狗狗叫什么名字吗？墨远。墨远。墨远。哎呦，好奇怪的名字哦。才不怪呢！我叫杨默，我爸叫杨远。哦，不怪，嘿嘿，好听。回头啊，奶奶给你选一只毛毛又白又柔软的狗狗，你什么时候想它了，直接来看它，好不好？可是这里好远呀。要不这样吧，等墨远生出来以后，我让杨叔叔带你过来看他，好不好？不行。不能告诉我爸，我还得给他惊喜呢。这是咱们2个人的秘密。3个人的秘密好不好？还有我呢。对，3个人。这名字吧，我也觉得奇怪。可墨远这2个字儿，是孩子的一种愿望。他是希望你能够一直陪伴在他身边。自打我们墨远出生以后啊，这孩子就再也没来过。杨默跟我提过几次，我一直没时间。我儿子在城里也说，孩子要学习，周末要补习功课，平时他们得忙工作。其实这儿不远，公交车也才1个多小时嘛，何况还有私家车呢。没有时间。现在呀，是你们对孩子说没有时间。可到将来，就该孩子对你们说没时间了。默默，杨默，杨默。姐，你看，时间吻合的，许安正没说谎啊。既然来了，今天就核查一下吧。
您好，您好。哎，这梁同志，您是这儿项目负责人吗？你的电梯先停一下。您说什么？您是这儿项目负责人吗？啊，是。那个，我们有些情况需要跟您了解一下。您现在方便吗？啊，方便方便。这儿太吵了，咱们到门口吧。行，哎，好。许安正今天来过吧？来过，一早上就来了，后来接了个电话，把事交给我，他就走了。几点到的？7点1刻，工地刚开工他就来了。中间没有离开过吗？那没有，最近这工期紧，他只要有时间就在这盯着。他这个人啊，做事特较真儿。你跟他一起共事多少年了？我们这得7、8年了。他前妻你认识吗？认识。那夫妻俩啊，你说这两口子的事儿吧，咱外人也不好说。咱们看是一码事儿，等人关起门来，谁对谁错的，咱哪知道？你说是不是？他女儿恩怀你知道吧？知道啊。这孩子，我可有段时间没见着了。许安正最近有没有跟你提过恩怀呀？什么事儿？跟我说过，恩怀跟他家楼上的邻居相处的不错，他也挺感激人家的。毕竟他工作忙，回家晚，对孩子的关心不够。许安正说过。对啊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您这都问我半天了，安正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跟我看一下施工监控吧。可以啊，在里边。走。姐，咱还有必要看工地监控吗？不管是公司的员工，还是刚刚现场的工头，都说过同样一句话。哪句？工期紧。许安正这一周早出晚归的，天天都在工地上待着，没什么问题。可我之前跟青兰院的民警核查过了，他现在还在小区待着，他怎么不回工地啊？有别的事让忙呗。而且他们家刚才又被弄得那么乱，总得收拾一下。你怎么总是跟我唱反调啊？我不是那意思，姐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觉得你现在都有点偏激了。你看，杨远跟许文怀关系近了，许安正吃醋了，所以绑架了杨默。那许安正当时就没有在……你等会儿，我没有说许安正绑架了杨默啊，我只是怀疑杨默的失踪跟他们一家有关。一家？那不能那小姑娘也参与了吧？咱们捋一下啊，走访的时候，邻居们说许恩怀乖巧懂事儿，对吧？嗯。说这个还说什么？品学兼优。是细心。一个细心的人，昨天晚上把钥匙落在了学校，今天早上又把课本落在家里，而且家钥匙在学校拿出来的几率应该是非常小的吧？这不是绝对的吧？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是很难得被改变的。一些细节出现在大部分人身上是正常的，但是出现在某些人的身上就是不正常的。哦，哎，姐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比如许安正工期紧，却不回宁湾丁工地，许恩怀丢三落四，是吧？明白了吧？啊，该去河山了。啊，前面右拐。好。喂，咱该回家了。爸，星星，星星，哎，外面那个砖是不是你要的？不是说好了在侧门等吗？你怎么进来了？
我在这儿找你好几圈儿。外边冷啊。行行行，我把账给你写门口了啊。老大看完他简历之后，直接录用了，试用期都没有。这次啊，老大可真是看走眼喽。我还琢磨呢，那么好的学校，为什么会来咱们这种小公司？他可真是什么都不会啊，连跟人说话都有障碍，估计这脑子呀得过什么病。从检查上没发现身体组织和器官有什么病变，有可能是神经官能症。什么意思啊？并不是说呢，他肚子真的疼，而是他感觉他肚子疼。你平时会耳鸣吗？他说他肚子疼的时候眼睛会看不清。
是这样啊，这个神经官能症呢，准确的说是一种精神障碍，所以呢，我建议你们啊去看一下神经科。大夫为什么让我去看神经科？没事儿，咱们先回家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工作抛弃我，家人抛弃我，所有的好运气都抛弃我。爸，您不是亲口说要和我相依为命吗？任务，看这包，爸用了好多年了，这皮子还好好的呢，送给你了。谢谢爸。去新公司了，别跟以前一样，就知道干活。公司跟大学不一样，人情啊，工作呀，都得兼顾着。跟同事说话也大方点啊！记住了。哎，别忘了回来买什么菜。哎，陆队怎么样了？当时停放在青莲小区监控盲区的车辆情况还在排查呢。北湖那边呢？北湖派出所那边查了一下道路监控，许文怀是在北湖车站下的车，然后步行去的西天山社。我刚跟陶芳了解了一下，他们一家人之前去那里玩过。他们什么时候去北湖？孩子放暑假的时候。
北湖那边已经派辖区民警过去了。您问怎么样？有线索吗？许安正一早7点1刻去的工地，我把工地的监控带到宁王派出所。哎，西天山舍那边有什么情况，第一时间通知我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从头看一遍。看完了。你再倒回去。停，播放。停。你之前电话都跟他说什么了？我就是陈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啊。详细一点。我说杨默走丢了，需要他配合调查，回一趟青兰园。您好，是许安正吗？我是派出所的。您楼上的小孩走丢了，我们怀疑他在您家，需要您配合调查，回一趟青兰园。啊？他躲到我们家去了？他怎么进去的？根据杨远提供的线索，我们怀疑走丢的小孩手里有您女儿的钥匙。您现在回家需要多久？大概得40分钟吧。怎么了，姐？你觉得他这个时候在想什么？孩子去哪儿了？是如临大敌前的准备。如临大敌？姐，你这词儿用的有点夸张了。你之前考试有考砸过吗？总考砸呀，还因为这事儿挨揍呢。考试考砸了，站在家门口是什么感觉？那你要这么说，是有点像啊。我感觉许安正觉得有什么事儿搞砸了，而让他确定这一点的，就是你的那通电话。什么事儿搞砸了？你自己想想啊，我们跟许安正见面的时候，和许安正在监控里面的状态，他是一个多么镇定自如、游刃有余的人。你之前的那通电话也说了，杨默偷了钥匙，进了302室。这只是杨远的怀疑。他会因为一个不确定的信息而如临大敌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姐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不正常的状态。但是就，哎，这西路88号有个老人摔倒。姐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觉得许安正父女有问题，先去恩华学校看看吧。怎么还咬着不放了还？许恩怀14岁，实验中学初中3年级学生。他母亲夏云清是自由摄影师，在城东有一家自己的工作室。4年前跟许安正离婚了，1年前重组了新的家庭。许安正还有哪些信息是我之前没了解到的？他之前是做家装设计的，他父亲之前是木工。现在青兰园那个302的房子是他跟夏云清的婚房，2年前重新装修过一次。他现在公司的员工和施工队工人，所里正在调查他。掉头，是许安正的车，快！现在几点？
12点45。宁王宫距这么近，他一周早出晚归。今天到家的时间是早上9点10分。根据路程计算，他再出来的时候是12点多，整整3个小时，他都干什么？楼下前厅部分啊，基础工程结束之后啊，抓紧时间让材料进场。好，一定要把控材料的质量啊！一定。尤其像这样的吊顶部分啊，要保持横平竖直。姐，你说许安正知不知道咱跟着他呀？你说呢？我说，咱开的是警车，他看不见才奇怪呢。就是挺奇怪。你觉不觉得许文怀一个人去北湖特别奇怪啊？放心不下，去找杨默了。他为什么跑那么远去找杨默？除非他知道什么。饿了吧，姐？我也饿了。许安正工人人数没那么多，他不会专门找一个厨子过来给他们做饭吃。这附近消费低的餐厅也没几个，我估计工人都在这个包子铺里吃饭。哎，老板，你们这儿平时几点开门啊？6点。6点，一般开到几点呀？9点多吧。要是没有人来吃饭，我就关了。挺辛苦的。老板，那个对面旁边那个施工队，他们家也来你们家吃饭吗？就这个呀，来呀，他们经常来吃。哦。哎，警官，你们是不是想问什么呀？没有，随便聊聊。我跟他们施工队那个工头老马，我认识。你也认识马谦啊？啊，他们那饭啊，就是在我这儿订的。哦。装修公司那个老板你认识吗？哪个呀？就戴眼镜那个。哦，戴个眼镜的那个，见过，斯斯文文的，那一看啊，那就是做大买卖的人。老板，来了。哎，麻烦你帮我打包6屉包子。好嘞。张警官，听说你们刚才去工地问我的情况了？例行询问，你还没吃饭啊？工人们都没吃呢，工期紧，手上活也多。你得现场亲自盯啊。那不盯也没办法呀，不然这帮工人会偷懒。你们刚才为什么要跟着我？是想找我了解什么情况吗？你这宁湾工地工期这么紧张，一周早出晚归的，你怎么才回来呢？在家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后来在沙发上眯着了，没想到睡过了。孩子现在有消息了吗？还在找呢。老板，你那个包子好了。好嘞。来，谢谢啊。记账上。好嘞，慢走啊。那我先去忙了啊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话，随时来找我。夏夜，我还想去302室再检查一遍。咱们之前已经去过一次了，如果现在许安正不配合，咱就没有理由再去了。我心里有数。杨默呢？对不起，叔叔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和小莫原本计划逃课来西点山社，约定小莫先躲到我家。他回家后，我没见到小莫。花姐姐，答应过我的事不可以骗我，什么时候去？周末去啊？明天去。那明天早上你在家等我。葫芦丢了以后，
默默就一直求我，想让我带他来这里。刚才在家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先来了。我想把小莫带回去，也许你们能原谅我。对不起，杨叔叔，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。小莫说，爸爸看到小狗时的样子好开心。啊！没想到这还有这么个大家伙，这两天怎么没发现呀？哎，爸，你小时候养的那只狗多大？小时候养那只狗，比这大多了。它名儿叫啥？你奶奶给起的名字叫呼噜，因为你爷爷打呼噜。所以，他想把梦远当做是给你的惊喜。他不让我告诉你，杨叔叔，我答应过小莫的，要带他来。默默说，爸爸撒谎了。爸，过几天咱们还能不能去一趟西田山社呀？好啊，那就是我们原班人马再去一趟，好不好？一言为定。爸，这周末你该带我去的。啊，那得看妈妈有没有假。妈，你有假吗？我哪有假呀？你赶紧写作业啊！爸，这周末你该带我们去了。等放寒假了，爸带你们去啊。爸骗人！再见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喂，妹妹。我到清兰园了呀。啊，家里没人。啊，会不会是因为周末，这家儿子带着父亲去哪里了？那个相亲你记得去？家里没人，会不会是因为周末，这家儿子带着父亲去哪里了？他儿子，周八的。喂，妹妹。妹妹，那个热水器啊？没事没事，主要是热水器啊打不着火，可能是水汽发坏了，回头我自个儿修修。要不这个周末我让我哥过来看看吧。林小姐，妹妹在哪儿呢？明天把车送去新源路上的4S店看看。
了。